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伊麦。最近更新的上新镇大型报充满各种小细节，例如公园水母、墙上海报、电车音乐等等。接下来会跟各位说明38个小细节彩蛋，绝不是说在场的各位都是3B。之前8期彩蛋影片说明斯普拉顿世界的时间轴在1代上新世2015年、2代上新街2017年、3代曼陀镇2022年，也就是说从1代开始已经过了7个年头，有相当多的改变，部分细节在预告彩蛋说过就不重复说明。1. 从目录当中会看见两边店家的人物头像不同。2. 进入车站的画面会看见1代偶像、1代 Screen 的专辑封面、1代的杂志、场景照。若是反向回到曼陀镇，会看到3代偶像的广播照、C-Side 的专辑、场景照。3. 站在广场往上看，会看到2只可爱的吉祥物。仔细看向围巾颜色，会跟主角的发色相同。若今天换其他发色，吉祥物的围巾颜色也会跟着改变。颜色改变的还有广播室偶像的椅子，以及电车的颜色也会跟着改变。4. 1代的代表色为蓝橘色，如果从上新世重开游戏，会看到读取的画面蓝橘色，接着看到上新世的待机画面，而进入对战大厅时，右下的读取画面也会变成蓝橘色。5. 大厅前的油桶位置更换，原本右边的裁判猫改成油桶的位置，而大厅的金属门在经过7年的使用后变得生锈老旧，比对旁边的萤幕也能看出岁月的痕迹，画术有点糟糕啊。6. 看向广播室，墙上贴有新专辑的海报。如果这时候进入拍照模式，使用 Amiibo 刷1号小宁，会瞬间移动到主角身边，而2号小莹则会消失。若结束拍照模式，偶像就会瞬间回到广播室。从这里可以发现偶像的唯一性，老任不会让同一个人物同时出现，这很重要，等一下会再讲到。7. 站在广播室前盯着偶像，他们会跟你热情的打招呼，而招呼的动作会因英雄模式破关前后而有所不同。若是尚未破关的菜鸟，会是挥手；若破关后，会是把手掌往下的动作。8. 使用鱿鱼或章鱼主角，小宁也会有不同的小细节，你有发现哪里不同吗？若玩家是使用章鱼主角，小宁的眼睛会闭得久一些。9. 之前在8期彩蛋影片猜测阿姆可能是4人，但从刚才使用 Amiibo 召唤小林，发现任天堂对同一人物保有唯一性，不会同时出现。而在上新世也会发现阿姆鲸鱼保有唯一性，但一边出现，另一边就会消失。也许你会觉得是显示的问题，可以来测试一般玩家消失的样式。会发现一般玩家消失效果为淡入淡出，但阿姆鲸鱼的消失效果却是神奇的瞬间移动样式。接着测试曼陀镇的阿姆鲸鱼，在拍照模式下，不管怎样的角度都无法让2位同时出现，你也能试试看是不是这样。而在官方推特文曾经介绍过阿姆鲸鱼，时而出现在散步会手，时而出现在战地斗士，时而出现在大厅的贩卖部，在曼陀镇各地都会出现的女人，似乎无法确认是长得相似还是同一人物呢？相当多的谜团，但唯一能确定的是对曼陀镇了如指掌。如果真是不同人物，官方都会逐一介绍，从先前上新世的角色介绍就能得知，但阿姆鲸鱼的介绍就显得暧昧，可见阿姆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物。10. 比对1代的墙面细节，会发现多处的贴纸褪色，甚至有新版的贴纸取代，或者广告被撕掉，而曾经1代干净的墙面也变得相当老旧。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在左下角鱿鱼版撕来的小雨伞，从7年前就存在，祝鱿鱼百年好合。11. 来到饮料机，会发现1代的章鱼烧饮料，这个在3代的饮料机也会看到。12. 由于力的时间点在1代的7年后，连3号都升级成10令，理所当然1代英雄模式的关卡早就被3号解决，所以入口整个被封印住，而旁边垃圾桶内的假电池鱼从1代放到3代，这7年间应该是臭酸的吧，一堆章蝇飞来飞去的。13. 车站前的告示也是1代的蓝橘配色，多站在车站前等一会。电车进站后会播放麻辣油物的歌曲卡拉玛里什么的。往上看向2楼，会发现臭鱼干温泉场地的广告、战地斗士及麻辣油物的海报。左边则是小卖部的食物广告，也是3的要素，放了3个食物。旁边则是艾诺演的幕府跑鞋广告，
这双鞋估计是爱洛眼的主打。从鞋子本身、广告看板的设计，可以看出商家特别利用爱洛眼的品牌色系红色去设计。哪天真的在现实贩卖这双鞋，还真不意外。如果游戏中还没买的，赶快去买。14. 丹尼回到1代的老地点工作，2代的他爱上咖啡，边喝咖啡边工作，连回到老地点也自己泡起咖啡。但是旁边就有咖啡店，干嘛一直躲在这里要饭15. 丹尼旁边的饮料机维持1代的传统，可以单楼梯跳上2楼。16. 武器店内的初代店主照片依旧挂在墙上，旁边新增武器及武器值的合照，背景也有变化，多了2代的小鸡炸弹，武器换成3代，左下角改放武器值的行李。17. 站在武器店看向店内，比对1代3代后，几乎跟在店里看到的一样，就是左上水管新增补救的痕迹，仔细看武器及武器值合照反而不见，看来老任漏了这个小细节。18. 卖完的对话不同，会因为购买的顺序不同有专用的台词。这里测试在蛮陀镇购买衣服后，再到上新市买同一件，月前水母会说已经售完，万分遗憾。但如果直接在上新市买衣服后，月前水母店员就会说已经没有库存了，无法购买。反之，回到蛮陀镇的服装店，在这里买的衣服，花丽水母店员会说你已经买下那件衣服了，这间店赚到一点小钱了。但如果是在上新市买的，就会说那件衣服刚才卖掉了，你晚了一步。除了服装店之外，帽子店、鞋子店也会因购买的顺序不同有专属的对话。而杂货店的卖子因为是同一人经营，不论在哪里购买，卖完的台词不变。19. 店名在进入每间商店时都会显示在上方，而在上新市购买的音效，玩1代的应该不陌生，因为这是1代的购买音效，有听出来吗？20. 杂物店的网购机器，原本1代是放在熊老板店门前的迷你游戏机台，而在3代变成龙宫城的网购机器，并且被放在旁边的店门口，看向招牌的背面，明显是加工做的，也太细节了吧！从机台的萤幕也能看出杂货店的现场画面，点击后会看出萤幕质感。补充一下卖子手上的玩具，正是带领任天堂迈向黄金娱乐时代的玩具 Ultra Hand， 有兴趣可以去看 RT 介绍的任天堂历史，挺有趣的。除此之外，在萤幕中的卖子会拿出手机招呼客户，而在实体店面，卖子会含情脉脉地看着你。但购买后的动作也不一样，萤幕中的他会拿起手机比赞，而在实体店面则会对着你比赞。21. 小鲑鱼伙伴会在上新市的10个地点出现，这几个地点是随机轮流，就看个人手气会不会遇到咯。其中有5个地点非常容易找到，分别是武器店的看板、鞋店的橱窗、咖啡店内、广播室前、大厅门内。接着是非常有难度的5个地点，都好奇他怎么上去的，分别是车站的月台、娱乐天地的顶楼、吉祥物的头上、大楼天线上、瞭望台观景窗。这些地点你找到几个呢？22. 武器之士上新市，从名称就知道是1代出现的武器之士，而2、3代才出现的雨伞、双枪、弓、刮水刀则不适用。即使选择武器之士上新市，也会跟原本的武器之士一样，这算老任偷懒吗？23. 点歌机，仔细观察外观，会发现外形是鱿鱼的造型，中间设有投币孔，投完可以按上下分页，也能点选右边的暂停、播放、插歌，进入歌单列表。其中一首偶像合唱的歌曲卡拉玛丽什么的，封面是麻辣尤物跟于江邦的签名，上面比较可爱的签名估计是1号小宁的英文 Karin， 右边则是2号小莹的签名，从日英文 Mari Hotaru 比对，我真的看不出来，太艺术了。而左上是莎莎日文名称 Huga， 左下是慢慢的日文名称 Uzo， 我是看最后的后，有点像中文的木，而右下为鬼符，从日英文 Mataron 比对也是看不出来，主要是从签名中间像鬼符的脸判断的。如果比对广场的签名，可以得知中间的签名是1号小宁，旁边则是2号小莹，跟巴基彩带猜的一样，而3代偶像并没有留下签名。最后是功能的部分，斯普拉顿3代终于支援云端备份。还记得2代要在新主机用原账号原装备，是需要旧主机靠近新主机，面对面将整个用户账号转移过去，才能保有记录继续游玩。
而当年主机坏掉或者遗失，无法与新主机面连时，等于2代记录要重打。甚至 DC 群的小朋友也分享过，曾经2代玩太凶，主机被家长砸爆，只能在新主机重打一次2代记录。而这次斯普拉顿3支援云端备份，直接新主机登录用户账号，进入大厅联网后，角色等级、服装、武器等资源都会在新主机回到最后游玩的状态。也就是说，3代如果遗失或坏掉，不用再担心记录不见了。这个细节要不是换主机登录账号，我还真的不会发现。25从待机画面会看到3个萤幕，除了最左边是完整画面，另外2个大型跑新闻都会被裁切。26大型跑期间，地下道汽车、空中捷运、飞机都没有行驶，而空气中弥漫着雾气，连在大厅也能感受外面被染红的天空。27咖啡店的水母店员今日休息，公园亲子水母也没有出来游玩，连平常车站等车的水母上班族也不在。28平时电车到站会播放麻辣油污的音乐，但大型跑期间电车到来只会快速过站，播放起大型跑的音乐 beta 什么的。29在广场的地上、墙上、熊老板的店门口大量贴有大型跑的海报。30天空频频看见直升机飞过，甚至停留在顶楼。在熊商会店内也能看见上顶楼的电梯。若从店外的位置判断，熊商会在娱乐天地下方，也能从娱乐天地外看见电梯，太细节了吧。31广场的声音，在上新广场放置一段时间，会听到许多背景音。有熊老板广播滴滴滴的声音，水刀喷射的声音，横纲成龙的叫声，大概是海女大学位于上新地区，所以战斗声特别的明显。而此时在馒头镇的广场是听不见这些声音的。32站在上新市熊商会门口，从外面看向内部变得相当严肃。33进入熊商会内会看见警示灯一闪一闪的，若靠近警示灯还能听见转动的声音。34大型跑期间，打工奖励 1.2 倍，报酬量表的扭蛋每101颗，平时都是打到1200分就能获得较多的12颗，但大型跑加码到2400分，可获得24颗扭蛋，比平常多1倍。35触犯游乐园大型跑时，会看到游乐设施被封起来保护着，旁边的墙贴有熊商会的 logo， 跟平时不太一样。36在成龙大型跑结尾广播中，得知莎莎以前也有在画画，难怪看起来艺术气息特别浓厚。37大型跑结束，点播机会更新2首大型跑的新曲，也就是说点播机将会随着活动更新持续增加歌曲。38大型跑期间进入娱乐天地，再出来就会瞬间世界和平。如果在大型跑期间进入散步模式的触犯游乐园，也会瞬间和平模式，简直2个平行世界啊！以上是这次的细节考察，如果你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小细节，再跟我分享咯。我是一麦，下次见。